你一出生就得了一种不会老死的怪病，只要你自然衰老，就会返老还童。更让你意外的是，这样的轮回竟然有101次，但你却压根高兴不起来，只因你重生的第一世竟然是一名太监，而且还是冷宫的。就算你有百世寿元，但同时也失去了男人的快乐。然而你十分不甘，拿起镜子对着那张白的近乎病态的脸猛嚎一嗓：“99成，稀罕我！”听到自己的声音，你直接呆愣3秒。可就在你想着怎么断肢重生的时候，门外就传来了尖锐的吆喝：“皇上有旨，罪妃闵氏入冷宫。”闻言，你眼神一凝，活命要紧，随即立刻收起所有表情，推门而出。冷宫大门缓缓开启，寒风卷着落叶，一个披头散发、神色癫狂的女人被2名蓝袍太监推了进来。那是闵太妃，先帝最宠爱的女人，权倾一时，现在却成了丧家之犬。你快步上前打了个1，语气卑微但眼神冷静：“太妃娘娘，冷宫规矩多，您请挑间房吧。”“滚，狗奴才！”闵太妃反手就是一个耳光，重重甩在你脸上，清脆的响声在院子里回荡。你被打得偏过头去，脸颊火辣辣的疼。那2个蓝袍太监冷笑一声，转头就走。大门砰的合上，你没还手，也没发火，只是慢慢转过脸，嘴角挂起一丝莫名的笑。“娘娘，这地方进来了就别端着了。”你声音平淡，不带半点火气。在这个吃人的地方，愤怒最没用。闵太妃冷哼一声，拖着华丽的残袍走向深处。你跟在她身后，心里盘算的却是另一回事。你要变强，而冷宫里关着的全是各种势力的残渣，也是最好的武学资源。午后，你在当值偏房里见到了其他太监。小李子，想什么呢？来一把！王里拍了拍桌子上的骨牌，一脸市侩。来，你坐下。熟练的发牌，你们不赌钱，赌的是谁去到夜宵。你连输3把。王里笑的后槽牙都露出来了。得嘞，今儿明娘娘那屋的马桶归你了。你顺从的起身，拎起木桶，谁都不知道你叔是故意的。明妃，曾经的2流高手，虽然被废了功力，但脑子里肯定有秘籍。你拎着散发着骚臭味的桶，走进明妃的厢房。滚出去！里间传来冰冷的女声，你充耳不闻，一边换桶一边压低声音：“娘娘，想吃肉吗？”里头的呼吸声猛地一滞，你想要什么？明妃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正常的嘶哑。一门入门的功法，你直截了当，不求杀人，只求强身。成了，明天开始，您的饭碗里会有肉。你疯了！太监私习武艺是死罪，死罪也得活着受，不是吗？你语气直接，甚至带着一丝粗俗的狠劲。明妃沉默了很久，终于扔出一个发黄的小册子，掉在尿渍旁边。你捡起来，揣进怀里，心跳快得要跳出嗓子眼。这就是你的第一步。入夜，冷宫里哀嚎声此起彼伏。你坐在床上，听着隔壁闵太妃在砸东西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钟声从皇城深处传来，那是国丧。紧接着，一名小太监连滚带爬的冲进冷宫院子，嗓门都喊哑了：“千王爷，千王爷自尽了！”闵太妃的惨叫声瞬间撕裂了黑夜。你坐在黑暗中，冷冷的看着窗外的月亮。亲生儿子死了，他这辈子彻底没戏了。往后这后宫还不是太皇太后一手遮天了？你感受到了那股令人窒息的权力残酷，但也更坚定了你的念头：争什么一时之气？哪怕外面天崩地裂，只要我李清在这冷宫里活过这100年。你摸了摸怀里的秘籍，眼神变得像鹰隼一样锐利。这一世，太监又如何？你有的是时间，而那些权势、那些仇恨、那些高高在上的人，终究都会烂在泥土里。你笑了，笑得极阴冷又痛快。天刚亮，你就起身了，你直奔明妃的厢房，躬身行礼。小李子问明娘娘安，没有回应。娘娘想吃点什么？小的中午给您送来。你又补了一句。门开了，一个17岁的绝色女子走了出来，腿脚不便，步子很慢，身子摇摇晃晃。她用那双冷得像冰的眼睛死死盯着你，仿佛要把你的脸刻进骨头里，然后一言不发，转身回屋。你碰了一鼻子灰，但你不在乎，你有很多条命，有的是时间跟她耗。你走进偏房，拎起夜香桶，刚要走，屋里飘出一句话：“酒，我要上好的醉元春，娘娘等着。”醉元春，京城名酒，价格极贵。中午，你堵住了膳房的赵太监，把攒了好几年的碎银子全塞了过去。赵爷，一壶醉元春。赵太监掂了掂分量，笑着说：“1个月后给你送来。”下午，你刚在当值房坐下，王里就发话了：“小李子，去告诉闵太妃，他儿子千王爷昨晚没了，服毒自尽。”你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是往人心窝子里捅刀子。你把凉透的剩饭剩菜送到闵太妃面前，等她吃完，你才淡淡开口：“宫外来的消息，千王爷昨夜是服毒自尽的。”闵太妃手里的碗摔得粉碎，她整个人僵住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，刚吃的东西吐了一地。过了足足半分钟，她才情绪失控，失声痛哭，扑上来对你又抓又打。我的天啊！你没躲，就那么站着任她发泄。她打累了就开始斥责，言语激烈，最后瘫在地上，神情恍惚。你默默地收拾干净，把她扶上床。傍晚时分，一群上午间的太监抬着一个大药罐子进了冷宫，以非议圣上，诅咒宫中长辈之罪。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对闵太妃施以重刑。你看着那惨烈的一幕，胃里翻江倒海。你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太皇太后的手段有多狠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何至于此？你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肉里。你的百世计划在这一刻显得无比脆弱，没有实力，再多的机会也不过是人家砧板上的肉。闵太妃离世后的半个月，冷宫里掀起了一股轻生潮，12个妃子在绝望中选择了上吊，至少能留个全尸，谁也不想落得那般凄惨下场。1个月后，你终于拿到了那壶醉元春，你急匆匆地赶到明妃房外，娘娘，酒来了。明妃冲了出来，脸上又急又喜，一把夺过酒瓶，对着瓶口就猛灌，爽，有这口酒死也值了。她喝得一滴不剩，然后把空瓶子往地上一扔，眼神锐利地看着你，说吧，小太监，你想要什么？你吞了口唾沫躬身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想修武道，请娘娘教我。”呵，明妃笑了，笑得有些苍凉。也对，我这一身武功是你唯一能图的东西。她叹了口气，要不是为了等你这瓶酒，我几天
年前就该上路了。听好了，我叫明威，师傅是声乐道姑。3年前，太皇太后召我师傅入宫问道，结果理念不合，就将我师傅赐死了。我进宫就是为了报仇。他眼中闪过一丝狠戾，可惜太皇太后身边高手太多，我失败了。他盯着你，现在你还敢学吗？敢！你毫不犹豫，好胆！明威开始念口诀，我修的是柔水气断颈阴性功法，你一个太监正好合适，上善若水。你凝神去记，结果发现自己记不住太多内容。娘娘，您再念一遍。你拿出纸笔准备印钞，但你记下了7个字。明威看你的眼神，就像在看一块烂泥，资质太差。我再念一遍，记不住拉倒，你这种资质一辈子也成不了气候。娘娘慢点，再慢点。好了，你满头大汗，总算把800多字的功法全抄了下来，自己潦草。更要命的是，你一个字都看不懂，还请娘娘为我解说。你厚着脸皮求他。明威翻了个白眼，但看在酒的份上，还是答应了。柔水气断颈的核心就是化水之柔力为内力，你先记招式，像这样。他拖着伤体艰难地为你演示着一招一式。你写字不行，画画却天赋异禀，你飞快地用毛笔勾勒出他的每一个动作。画中的女子体态优美，栩栩如生。多谢娘娘，你收好纸笔，真心实意地向他行了个大礼。交易而已。明威摆摆手，显得很疲惫。扶我上床。你扶他躺下，他却没有睡，反而开始自言自语：我快不行了，圣上是个好皇帝，可惜被太皇太后压着，我不想死，更不想死在他前头。他说着说着，眼角滑下泪珠，最后沉沉睡去。你悄悄退出房间，找了个木盒把功法秘籍装好，在冷宫角落的花坛里挖了个坑，把他埋了进去。现在还不是练功的时候，至少要等太皇太后离世再说。当晚，冷宫又来了个新人，吕贵妃，太皇太后的亲孙外甥女，脾气火爆，背景显赫，一来就占了齐妃的房间，还带着自己的太监宫女，十分张扬。听说了吗？吕贵妃是因为冲撞了圣上的龙血居，还责罚了一个太监，才被圣上趁着太皇太后不在关进来的。王里在寝房里小声说，他拍了拍你的床铺，小李子，这几天机灵点，离那位远些，小心被他责罚。你嗯了一声，翻了个身，但你睡不着，你失眠了。明威走了，一袭白绫自绝于世。就在叫完你柔水气断颈的那个深夜，你心里堵得慌，像是被一团湿棉花塞满，透不过气。你和王里一前一后，抬着那卷裹着明威的白布，沉默走向静乐房。宫里的规矩，失去一人，如同秋日落叶，无人在意。然而你忘不了，回冷宫的路上，你冷不丁问王里，声乐道姑的事你可听过？听过。王里撇撇嘴，不就是3年前那位敢劝太皇太后不争，老人家手握天下，劝他不争谈何容易？你没说话，但你懂。明威是为师傅而来，可他最终也走上了这条路。自那以后，你心里的郁结就没消停过。你身为内侍，心绪难平，夜里辗转难眠，整个人都快熬不住了。1个月后，事情变得更糟。吕贵妃身边的内侍张勇浑身是伤，被人抬了回来，怎么回事？你一边为他处理伤口，一边问。张勇疼得直抽泣，贵妃嫌夜香筒不洁，让我去清理，还打了我一顿。旁边的张白没忍住，低声打趣：勇子，往后可得多注意些。张勇气闷却无力多说，只能虚弱地躺在那里。你看着他，心里越发不是滋味。这深宫之中，人情冷暖令人唏嘘。又过了几天，吕贵妃离开冷宫，你们几位内侍凑钱备了些宵夜，算是小庆，可你依旧难以安睡。大伙说说，我失眠1个多月了，咋办？你躺在床上心绪不宁，往里打趣：去梨园看看歌舞啊！你之前不常去，太监就该多想，不然憋着难受。我那是欣赏雅乐，但是想再多鸟用没有？你嘴上反驳。张勇在旁有气无力地插嘴：我看呢，你不如选一个看不顺眼的太监或宫女，睡前诅咒对方100遍。你闭上眼平复心绪，未曾见过太皇太后，便在心里默默祈愿：你个老妖婆，给我早点死！你不死，我怎么敢修炼柔水气断颈？给我死！出乎意料，这一夜你睡得安稳，从此每晚诅咒太后成了你入睡的小法子。又半个月后，齐妃被赦免要出冷宫了。临走前，她最后一次问你：小李子，真不愿跟本宫走？你低着头，声音带着几分恳切：娘娘，小的习惯了冷宫清静，外头规矩繁多，恐连累娘娘，小的于心不安。呀！齐妃叹了口气，你猛地抬头，压低声音：娘娘，有句话小的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齐妃神色一凛，定定看着你，仿佛要看穿你的心。最终她只是悠悠道：不争，谈何容易？1个月后，消息传来，齐妃竟为正一品得妃，深得圣宠。你摇了摇头，这深宫棋局，她还是入局了。太康帝欲稳固权位，需有人制衡，齐妃便是那枚棋子。你很庆幸自己没跟着去卷入纷争，宫里的纷争愈演愈烈，每天都有宫女太监被莫名其妙罪名杖死。你彻底断了去梨园的念想，每日除了打理琐事，便是安分当差。早晚你都在心里诅咒老妖婆100遍1世。日子一晃就是2年，冷宫人渐多，妃嫔们分作2派，一派追随陛下，一派听命太皇太后，日日明争暗斗。这一天你被打了，打你的是储妃，太皇太后的人，略通拳脚。理由很简单，他嫌夜香筒有异味，你没有争执，只说小的这就去重新清理。结果他不由分说将你一脚踹飞，你趴在地上浑身疼痛，心中暗道：这武道高手怎就这么能耐？只一脚我都吃不消，这一脚我理清记下了。你虽不是，却头脑清醒。你所有的郁结都源于这深宫纷争。若是你练好柔水气断颈，何至于此？还不是因为老妖婆没死？你的怨念不由得转到太皇太后身上了。老妖婆给爷死！时间来到太康9年，你已19岁，太皇太后身体依旧康健，反倒是太康帝几番争斗，将齐妃又送回了冷宫。是的，齐妃儿进宫了，怀着身孕归来。3个月后，她诞下皇长子，孩子刚落地便被宫人抱走，她连一面都未能见到。小李子，你说我还有机会见到我吗？月子里，齐妃虚弱地拉着你的手问：能的。你只能这般回应。然而你又开始失眠了，那套诅咒之法好似不太管用了。
这身功纷扰何时能休？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你把张勇摇醒。永子，我这法子不管用了，老妖婆越活越硬朗了。呼噜呼噜，倒是旁边的王里被你吵醒，半梦半醒的嘟囔：“我说小李子，你怎么老想咒人家，就不能盼人家一点好？圣人有言，以德报怨。”轰！你脑子里仿佛炸开一道灵光。对啊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你立刻盘腿坐好，默念祝词，祝太皇太后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与日同寿，跳出三界五行，不入轮回。这一夜你睡得无比安稳。半个月后，一道消息从慈宁宫传开，传遍整个皇宫。太皇太后在睡梦中跌落床榻，身体多处骨折，眨眼间已经是太康12年了。娘娘，您慢点。你小心翼翼地扶着齐妃，在冷宫里遛弯。她熬了3年，气色反倒越来越好。你心里清楚，她快熬出头了，而你也快熬出头了。你俩都在等那位太皇太后离世。终于，这一天到了。未时2刻，慈宁宫方向，震天的哭嚎声像是信号一样炸开，瞬间传遍整个皇宫。你一听这动静，立刻把中午特意留下的饭菜摆开，慢慢进食。今天的饭菜真香啊！你一边吃一边含糊不清地说。张勇看着你一脸不解，太皇太后离世你倒吃上了。说完，顺手捻了块鸡肉塞进嘴里。你笑了，要是可以，你真想在太皇太后的灵前用乐器演奏，摆席庆贺。吃饱喝足，你心里那股憋了7年的气总算顺了。走出当值房，冷宫里已经哭成一片。你瞥了一眼几卯厢房，楚妃哭得十分伤心。5年前她对你的冒犯，你可还记着呢？等着，这笔账迟早要算。紧接着，你溜到花园角落，从土里挖出一个藏了7年的小木盒。从今晚开始，我要练柔水7段锦。太皇太后的孝妻成了你修炼的绝佳掩护。你专门在寝房角落隔出个单间，放了个大木缸。每到夜里，你就按照明微教的法子，摆出特定的姿势，运转心法。小李子，你这是干嘛？王里看着你，一脸不解。咱们冷宫这帮人武道天赋普通，练了也难有成效，练着玩呗，养生。你随口胡诌，其他太监对你的行为更是兴趣缺缺，早就识趣的没问你功法哪来的，只当你从齐妃那得了好处。半个月后，你终于凝练出了第1缕内力，虽然速度不算快，明微说天资出众者1天就能凝练1缕，你却花了15天。但你不在乎，你算了一笔账，5年入3流，30年成2流，60年就能到1流，日子有盼头了。你心里美滋滋的。就在孝期结束的那个晚上，出事了。齐妃精心打扮，从酉时一直等到子时，都没等来接她出宫的圣旨。突然，养心殿方向传来一声巨响，整个皇宫瞬间乱了起来，护驾护驾喊杀声，脚步声乱成一团。你正在水缸里练功，也被惊得停了下来。没过多久，冷宫大门被砸得震天响，开门，快给咱家开门！是长侍太监顾公公，他带着7、8个小太监，匆忙冲了进来，脸色煞白。大人，出什么事了？王里小心翼翼地问。不该问的别问。顾公公一挥手，把门关死，谁来都不许开。你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位是来避难的。这一夜，宫里风波不断，冷宫却安然无恙。天亮后，消息才零星传来，昨夜有人员闯入养心殿，太康帝重伤被俘。最后是太后带着上午间的人救了家，然后太康帝伤重无法理政，太后垂帘听政。你听到这消息，心里暗自感慨，可怜的太康帝熬过了亲奶奶，却没能胜过亲妈。齐妃听到消息，直接晕了过去，她的心愿落空了。第5天，圣旨来了，一大批妃子被赦免出宫，全是以前太皇太后的人，楚妃也在其中。白高兴一场。你心里暗骂太康帝不争气，不过你也没太往心里去。第2天下午，你照样哼着小曲，跑去梨园看新来的小宫女跳舞。就在太康帝遇袭第7天，冷宫又迎来了新客人，顾长侍带着人叮叮当当的把丁酉厢房改造成了一座玄铁牢笼。下午，李贵妃要被打入冷宫，顾长侍压低声音吩咐，让她住丁酉房，谁也不许跟她说话，轮流送饭，保证她饿不死就行。下午，李贵妃带着伤被抬了进来，你心里咯噔一下，李贵妃不就是当初明妃案的主角吗？那个明妃到死都说李贵妃根本没生过孩子。傍晚，轮到你给李贵妃送饭，你一进门就有些心惊。李贵妃被粗大的铁链锁着4肢，吊在房梁上，身上有不少伤痕，但那股生人勿近的气势让你心头发怵。这是一位实力很强的武者，比你见过的任何人都强，你不敢靠近，只能远远的用勺子舀了粥递过去。李贵妃闭着眼，嘴巴一张，将稠粥吸了进去。你松了口气，只要她肯吃就好。这一禁就是5年，时间来到太康17年，太后垂帘听政，天下安定，史称太康盛世。而你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突破。水缸里你猛地睁开眼，长长吐出一口浊气，一股力量在经脉中流淌。5年，终于入3流了，你欣喜若狂。虽然只是3流初期，但总算有了自保之力。你第一时间去上武剑报备了修为，然后直奔梨园。新来的小宫女们真是越来越可爱了。可惜你低头看了看，只能叹气。晚饭时，你的突破成了当值房的头条新闻。5年入3流，早知道我也练了。张勇捶胸顿足，后悔不迭。王离已经50岁了，老态龙钟，他看着你，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感慨。还是小李子好啊，会点武道，身子骨硬朗，能在宫里安稳待到老。太监50岁，体检不过关就得离开皇宫。王里的身子骨眼看是熬不了几年了，你可以安排家族后辈小子进来，趁我还在，也能照拂1、2。你提议道。王里却摇了摇头，眼睛里透出一丝悲凉。不了，让他们传宗接代吧。要是有下辈子，我宁可在地里刨食，也不愿再当一世没中太监。当太监爽不爽？别人不知道，但你觉得挺爽。要不是当了太监，你上哪儿学柔水7段锦？要不是当了太监，你哪能安安稳稳的混到28岁？你有的是时间，花些时日体验残缺人生，正好为以后的幸福日子做铺垫。
没失去过，怎么懂得珍惜？几天后，冷宫来了位小贵客，8岁的武王殿下，他身后还跟着个6岁的孩子，叫魏奴，据说是马夫的儿子，天赋出众，6岁就已是3流高手。母妃，本王要见母妃。武王一进冷宫就高声喊道。王里一听，饭盒都来不及放，快步跑过去。哟，我弟小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带本王去见母妃。小殿下年纪不大，气场十足，你正好从齐妃房里出来，对王里挥挥手，让他进来吧。正好赶上饭点。厢房里，齐妃一听到儿子的声音，立刻收敛了神色。母妃，孩儿好想您。武王扑进齐妃怀里，然而齐妃却轻轻推开他，正色道：皇儿，你已封王，要守规矩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小李子在，你应声上前，把武王带下去。齐妃强忍着情绪，你正要上前，那个叫魏奴的孩子却一步挡在你面前，神情戒备，像只护主的小狼。谁敢碰殿下，我绝不答应。你愣了愣，6岁的3流高手实在少见，真动起手来，你还未必能占上风，不得无礼。齐妃一拍桌子，积攒多年的威严尽显。魏奴一时不敢再动，你趁机抱起武王，快步朝外走。到了冷宫门口，武王对你说道：本王知道母妃是关心我，你好好照顾她，将来本王不会亏待你。你躬身应是，心里却在想，一代雄主，魏国大将军，确实厉害。傍晚又到了送饭时间，小李子，该你给李娘娘送饭了。王里提醒你，那位最近心绪不稳，小心些。是啊，李爷。新来的小太监宫月心有余悸地说。中午他看了我一眼，我都有些害怕。你点了点头，拎着饭桶走向丁酉铁房。5年了，李贵妃就这么被安置在此，无法言语，一直安安静静。你推门而入，刚想开口，一个声音毫无征兆的在你脑子里响起：小太监，资质尚可，5年入3流，吾有一门调理身心的法门，想不想要？谁？你吓了一跳，环顾四周，房里只有你和李贵妃。别看了，是本宫在用特殊方式与你说话。那声音再次响起，你心里一惊，但面上不动声色，把饭勺递过去。娘娘用膳了，只要帮本宫一个小忙，这法门就是你的，保你修为再有精进。李贵妃一边用膳，那声音一边在你脑子里响起：娘娘慢用，小的告退。你不愿理会，收了饭桶就走。这位娘娘处境特殊，行事诡异，不可轻信。你有的是时间，慢慢等待便是。晚上，你特意问了一圈，张勇、宫月他们都没听到过什么异常声音，你心里有数了。这传音之术8成只对武者有效，而你刚好几天前才突破3流，转眼又是2年。太康19年冬，52岁的王里身体不适，要出宫了。你们一众太监齐齐在宫门口为他送行。王头出去后有啥打算？张白扶着他问。回村里吧，族里给我过继了个儿子，也算有依靠了。王里抹着眼泪，满是不舍。你看着他，突然开口：如果有个机会让你留在京城呢？王里苦笑：京城大，居不易啊。你塞给他一张早就准备好的纸条，按这个做，生计无忧。那是你琢磨出来的卤味方子，这年头寻常食材少有人用心做，但你清楚，这玩意儿做好了，绝对是门能安身立命的生意。王里看完，眼睛都亮了。小李子，这生意要真能成，算你一补。你点点头，把这些年团的俸禄全交给了他，这算是一步贤棋，成不成都无所谓。腊八这天，又轮到你给李贵妃送饭。2年来，这位娘娘每次都用传音与你交谈，什么快速提升、重塑根基，说的天花乱坠，你全当耳旁风。你拎着饭桶，推门递饭，动作一气呵成。那声音又来了，2年多了，你还是3流水准。你懒得听，收了饭桶转身就走。就在这时，声音突然变了。行了，算本宫服了你，2年不为所动，本宫等不及了。调理身心的法门先给你，你听好了，万物生阴阳，回本水。你脚步一顿，这次他竟然直接开始传授了。这才2年就等不及了？不对，算上之前，他已经被安置7年，有问题。你心里警惕，但脚步却放得极慢，慢慢往外挪，听听也无妨。奇怪的是，那功法口诀，你听一遍就记在了心里。此法名为太连洗髓经，为我门不传之秘。本宫遭人陷害，圣上亦被安置在太幽殿。你只要将消息传给禁军统领柯道陵，他必领军擒王。届时你就是救驾的功臣。事成之后，本宫再传你其他功法。你一步一步走出铁房，后面的话听不到了。你站在门口，回味着脑中的经文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太连洗髓经，传承之法，至于传话，大可不必。白条不好吗？这娘们行事蹊跷，你心中早有判断。太康帝被软禁本是宫中皆知的事，太后手握大权，朝堂稳固，所谓率军擒王根本难以实现。即便柯统领有心，你也绝不会前去传递消息。太康帝处境艰难，你不愿卷入这场纷争，不能再为他送膳食了。你打定主意，你找到张白，以帮他处理琐事为条件，让他接手这份差事，总算换得清静。眨眼半年过去，王里从宫外捎来书信，卤味生意十分红火，信中还附了100两银票作为分红，也为冷宫里的众人带来了卤味。听闻王头在外顺遂，实在让人羡慕。张勇品尝着卤味，不住赞叹，这味道实在绝妙。你吃着卤味，也想起过往时光。王头说，他过继的孩子十分孝顺，也算有了依靠。张白感慨道。这时，新来的小太监未央凑了过来，他13岁，眼中满是锐气。李爷，听说卤味方子是您想出来的，实在厉害。还有，李爷可否教我一些修行之法？他是顶替王里入宫的，原本颇有前程，偏偏手贱偷看人家武学秘籍，被打个半死，扔进冷宫，足足躺了3个月。你淡淡看他一眼，我的内功心法不外传，你若能自己寻得心法，我可以教你招式。又是半年，靠着鲁殿的分红，你用银两请教内务监的修行太监，逐一拆解太连洗髓经的内容。一番验证后，你确认这部功法稳妥可行，可以修炼。你正式开始修习，原本普通的根基，竟在慢慢优化。仅5天，你便能凝练出一缕水属性内力，修行速度快了3倍。你这才明白，
太连洗髓经十分适合根基普通的人修炼。从那以后，你便不再靠近丁酉居所，你心中充满期待，或许有朝一日你能拥有上佳根基，修行之路会更加顺畅。那位娘娘还提过其他法门，算了，风险太大，你打消念头，我有充足时间安稳修行便好。太康22年秋，平静3年的冷宫迎来了新的宫人，皇上有旨，柯贵人行事失当，撤除品级，打入冷宫。一名太监将一位14岁的习武少女推了进来。见过柯贵人，未央立刻上前搀扶，显然打算照料这位新人。你坐在当值房里，看着王里的来信，神色平静。3年间，王里的卤店开了5家分店，你每年分红300两，在宫外也有了房产。信中说，王里身体渐差，盼着你们出宫照料生意。信末的消息让你心头一紧。禁军左营统领柯道陵被查出与白莲教有关，全家获罪，秋后问斩。白莲教，你攥紧信纸，心中后怕。柯道陵正是3年前李贵妃让你联络的人。所谓秦王，全是圈套。若你当初前去送信，此刻早已身陷险境。幸好我坚守本心，不贪机缘。你长舒一口气，任何算计都经不住时间考验。我只要安稳活着，真相自会显现。你起身舒展身体，尽力流转。3年修炼，你已打通3条正经，再过5年便可踏入2流高手之列。1流高手并非遥不可及。小李子，王头的信。张勇走进来，急切地问：快念给我听听。你将信中内容念出。张勇惊讶道：柯道陵是白莲教之人，刚入宫的柯贵人也姓柯，罪名是行事失当，两人莫非是亲属？行事失当的罪名入冷宫，多半难以善终，十有八九。你神色郑重，新人由未央照料，你去提醒他，莫要卷入是非，这趟浑水沾不得。难啊！张勇摇头。未央一心想学武，如今遇到懂修行的柯贵人，早已寸步不离。你轻笑，随他吧，我们守住本心便好。路是自己选的，旁人难以干预。半个月后，如你所料，一杯毒酒送入冷宫，对外宣称柯贵人自缢身亡。当天深夜，你刚结束修炼，黑暗中传来未央的声音，带着压抑的兴奋：李爷，鬼本水是什么意思？你动作一顿，心中了然。鬼指人身本源，鬼本水是说人身本源五行属水，为阴水。那行龟木呢？他又问。你平静解答，内心却已明白，未央从柯贵人那里得到了太连洗髓经的内容。从此每到深夜，未央便来请教修行问题，你从不藏私，有问必答。这小子心思深沉，与其让他四处探寻，不如卖他一份人情，当做一枚贤子。这枚棋子日后或许会有用处。又过5年，太康27年春，冷宫寝房内一声轻响，你身旁的水缸裂开，水花四散，你披衣起身，周身气息沉稳。5年，终于打通第6条正经，你正式踏入2流高手之列。你按捺住心中喜悦。这5年冷宫平静，你的修为却突飞猛进，2流高手在江湖中已足以自保，不可骄傲。你提醒自己，未央那孩子3个月前便已修为大成，他才16岁，突破是喜事，该庆贺一番。你想起对弈，却又摇头。王里离世后，冷宫里已无人能与你对弈。是啊，王里已经走了2年。2年前，他的儿子来信说，王里在家中遭遇贼人，财物被劫，不幸身亡。你再次确信，宫外远比宫中凶险。王里虽是，他的儿子信守承诺，分红按时送来，书信也不断，只是字里行间满是生意艰难，盼着有人出宫照料。如今冷宫中年长的是45岁的张勇，离出宫还有5年，你38岁，在众人中排行第6，物是人非。你轻轻叹息，决定去梨园散心。此行竟有意外收获。入宫20年，你第一次见到妃子亲自献舞，舞者是新晋敏妃，一入宫便获封正2品，深得恩宠。太康帝依旧被软禁，却依旧安稳度日。接连内妃，只是近来局势有变。传闻太后身体渐衰，装病15年的太康帝身体竟渐渐好转。山雨欲来，一场新的宫廷风波即将到来。你从梨园离开，顺路去上武剑报备修为。李清，冷宫5品太监，38岁，2流高手。这个年纪的2流高手并不算出众。登记的太监并未多言。一回到冷宫，李爷，你突破了。未央感知敏锐，立刻察觉你的变化。你拍了拍他的肩，淡然走过。你也要好好努力。未央根基上佳，又修炼太连洗髓经，5年间已打通4条正经。你路过丁酉居所就职，此地早已平整。你忽然想起，那位被关了10余年的李贵妃，在未央突破3流后不久便离世了。上武剑前来查验，最终定论自尽身亡。李贵妃离世，对你而言是一种解脱。你隐约察觉她的离去与未央有所关联。未央刚突破3流境界，他便自寻短见。世间哪有这般巧合之事？但这已不重要。你与他们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。李贵妃藏着的隐秘，未央从她身上所得之物，这些终将被时光冲淡。又是1年过去，太康帝伤势渐愈的传闻越传越广。北方草原部族突然起兵，连破12座城池。太后调度失当，朝堂之上非议不断，甚至有耿直文官恳请太康帝重新主持朝政，当场被锦衣卫带走查办。高压未能平息议论，反倒引发更强烈的不满。太康29年，部族再度进犯，太后接连失利，竟生出议和的念头。就在这时，刚满20岁的皇长子武王主动请缨出战，满朝文武震动。太后无奈应允，武王出征当日，齐妃在冷宫门口泣不成声。未央在他身旁轻声劝慰：娘娘放心，武王殿下凯旋之时，便是您离开冷宫之日。时间一晃，太康30年，一道圣旨将你的旧事送入此地。皇上有旨，储妃
威失德，降为荣华，打入冷宫。楚妃已是第3次入宫，20多年前踹你那一脚，让你卧床1月，这笔账你一直记着。如今的她已是中年妇人，没了当年的容貌，也没了当年的气焰，只剩悲痛哭喊：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当值房内，张勇眼神凌厉：小李子，你看怎么办？太后快压不住皇上了，这妇人怕是在难处去，要不要先饿她几日，给她寻常膳食即可？你打断众人对朝政的议论，平静说道：你活成了当年王里的模样，行事谨慎。太康帝近来行事愈发活跃，颇有当年与太后相争的态势，但你清楚，只要吕家势力仍在，太后便不会落败。中午，你备好酒菜，进入丁甲厢房，问敏娘娘安：是小李子啊，进来吧。房间里传来轻柔的声音，敏妃已在床边做针线，正是3年前你在梨园见到的那位女子，她也是权力纷争的牺牲品。这天夜里，你难以入眠，脑海中浮现敏妃的身影。你身为宦官，本无儿女情长，怎会总想着这些？就在这时，你察觉到隔壁床铺有动静，一个身影悄悄起身，溜出寝房。是未央，这小子半夜出去做什么？你心中疑惑。未央1年前便已是2流高手，上午间曾邀他加入，他却拒绝，执意留在冷宫照料齐妃。这几年，他修为精进极快，容貌也显沧桑，24岁的年纪，看着如同30多岁。莫非是特殊功法？你不动声色，继续安睡。2刻钟后，未央返回，倒头便睡，好似一切未曾发生。第2天一早，消息传来，刚入宫的楚妃昨夜自缢身亡。你心中一紧，前去处理后事。冷宫中嫔妃离世，若无强硬背景，长侍太监大多不会在意。楚妃的死没有激起任何波澜，但你知道，她并非自寻短见，是未央所为。说起来，你甚至有些欣赏这小子，他做了你想做却不敢做的事。又是2年，你43岁，张勇50岁，到了可申请出宫的年纪。小李子，我打算出宫了。张勇对你说，去把王头留下的卤味店经营起来。好，你点头，万事小心，保重自身。放心。张勇大笑，可惜啊，吕贵妃那边，我这辈子怕是报不了仇了。你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你的仇总会有人了结。你话音刚落，一旁的未央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，说曹操。曹操道，离京3年的武王即将回京。半年前，宿州大捷，武王以10万兵力对阵20万敌军，大获全胜。这天，你们刚送别张勇出宫，永子保重。放心，我定会等到你出宫那日送走张勇。冷宫的气氛并未轻松，当值房内，张白忧心忡忡，武王一回来，皇宫恐怕要生大变。是啊，就看武王站在哪一边了。我看未必站在皇上这边。一名小太监分析，武王是太后和吕贵妃一手抚养长大，他只要保持中立，便能稳坐太子之位。没错，乱说，武王必定支持圣上。未央突然从门外走进，语气坚定，他身后跟着你。众人立刻安静，不敢再议论国事。你摇了摇头，你们这些人真是不顾安危。是夜，夜色深沉，冷宫周围寂静异常，连巡逻的内侍都不见踪影。2道身影翻墙而入，直奔冷宫。就在他们落地的瞬间，寝房内，你和未央同时睁开双眼。未央翻身下床，与你对视，轻声说道：李爷，今晚有我便够了。话音刚落，他已直剑破窗而出。你没有动，你早已料到，武王一回京，便会有人对齐妃下手。动手之人，除了吕贵妃，还能有谁？只有齐妃出事，武王才会彻底倒向他那边。你暗自思索，未央的传音之术是跟李贵妃学的，那李贵妃的提升修为之法，难怪这小子进步如此神速。你如今已打通多条经脉，在2流高手中也算实力不俗，但未央恐怕已是1流境界。外面没有打斗声响，你一夜未眠。天一亮，你随众人来到丙亥厢房前。未央浑身沾染血迹，持剑站立，他脚下躺着2名刺客的尸首。有刺客，张白吓得惊慌失措，冷宫瞬间混乱。很快，顾长氏和上午间的总管太监赶到，后续之事与你无关，你只得知最终结果。刺客是吕贵妃宫中的内侍，但吕贵妃拒不承认。最终，此事被定为长侍太监擅自行动，几名相关人员被处置。吕贵妃被罚闭门思过半年，而齐妃却因这场风波顺利搬出冷宫。未央作为护驾有功之人，地位提升，升任正八品代班太监，同时进入上武监。小卫子这是要飞黄腾达了。张白满脸羡慕，宫月若有所思地看向你，李爷，你若愿意争取，今日的荣耀便是你的。你淡淡一笑，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事后你越想越觉得蹊跷，这场刺杀太过刻意。吕贵妃若真要动手，怎会只派2名普通高手？武王离京，怎会不派人暗中保护生母？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刺杀，更像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戏码。演给谁看？自然是演给即将回京的武王看。用一场假刺杀，彻底断绝武王与吕贵妃的关联，将他牢牢绑在太康帝这边。你抬头望向阴沉的天空，宫里的风要变大了。阴谋算计想也无用。你摇了摇头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时间会揭晓所有答案。冷宫里静得能听见心跳，所有人都躲着你的寝房。没错，就是你，李清，48岁的你，冷宫里最老的太监，30多年的太监生涯，你都耗在这座皇宫里了。今天是你48岁的第1天，你盘腿坐在冷宫那间破旧的寝房里，全身的内力像沸腾的开水，全部冲向最后那道屏障。成还是不成？就在此一举。成了，你就是1流高手，是从9品的内官；败了，你还是那个打理杂物的老内侍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你只觉得体内啵的一声轻响，像是什么东西被捅破了，瞬间一股热流贯通全身，舒服的你差点叫出声。成了，你推开门，屋外那11名内侍的目光唰的一下全集中在你身上。李爷，成了。宫月这小子第一个冲上来，眼睛里全是紧张和期待。你对他轻轻点了点头。下一秒，整个冷宫炸开了锅。恭喜李爷，贺喜李爷，迈入1流了。所有人都在向你道贺。你看着这帮最大不过20岁的年轻面孔，心里有点恍惚。
5年了，当初跟你一起的那批老人，离世的离世，调离的调离，只剩下你和宫月。未央那小子混得最好，跟着齐妃，也就是现在的齐皇后，一路高升，已经是正五品的公公了。其他人也跟着他境遇好转，只有你求稳，留在了这谁都瞧不上的冷宫。他们不懂，但你清楚，这叫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争什么？你想要的，他们给不了。今天高兴，请大伙吃顿好的，你掏出几两银子，让小内侍去膳房打点，酒菜上桌，热气腾腾。一个小内侍喝得满脸通红，大着胆子问你：李爷，我真看不懂您有这本事，跟着魏公公出去，前程似锦啊，怎么就愿意待在这儿，每天送饭打理杂物呢？你加了口菜，笑了笑，等你再过30年，看看还记得几个今天跟你一起喝酒的人，你就懂了。他们以为你无欲无求，错，你的欲望大到能吞天。你要求仙，但这事儿急不得，你还有大把的时间。等你在这凡人世界里先登临巅峰，再集一国之力，还怕找不到那缥缈的仙踪？就在这时，冷宫的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，看向门口，3个紫袍内侍走了进来，气场十足。为首那个是正五品的大公公，你心里咯噔一下，最近宫里不太平，不会是又有什么妃子要被安置进来了吧？你带着众人赶紧上前迎接。谁是李清？为首的紫袍内侍开门见山：是我。你上前一步，不卑不亢，敢问公公有何事？那紫袍内侍打量了你一番，脸上竟露出笑容。内务府知道你突破一流了，按宫里的规矩，升你为从9品内侍，这是你的腰牌。原来是这事，你心里松了口气，伸手去接，顺便递过去一张银票。这是规矩。谁知那紫袍内侍却没收，反而摆了摆手，神情更客气了。别急，李爷，下面还有旨意。他话音刚落，就掏出了一份明黄色的卷轴，一指，你瞳孔一缩，和所有人一样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这是皇后或者太后的旨意。皇后一指，紫袍内侍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念：冷宫内侍李清，忠厚老实，勤勉敬上。前面一堆好话你都没听进去，脑子嗡嗡的，直到最后几个字狠狠砸进你的耳朵。金赐大元丹1颗，钦此。你猛地抬起头，彻底懵了。大元丹那可是皇室秘药，1颗就能帮你这种刚入一流的武者直接打通一条奇经八脉，省去你多年苦功。江湖上为这玩意儿能引发激烈争夺。现在皇后那个曾经的齐妃，在你突破的这一天赐了你1颗，你以为她早就忘了你这个当年的送饭内侍了？没想到她还记得。你正要领旨谢恩，那紫袍内侍却又拿出另一份卷轴，令旨是太子的，太子令。紫袍内侍的声音带着一丝羡慕。冷宫内侍李清，忠勇敬上，特赐大元丹1颗。轰！你的脑子像是被炸开了一样，又1颗。这一刻，你仿佛又看到了那个8岁的孩童站在你面前，语气认真的对你说：“你给本王好好照顾母妃，将来本王不会亏待你。”一晃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昔日一诺，敬重如千金。奴才李清叩谢皇后娘娘恩典，叩谢太子殿下恩典。你重重的磕了3个响头，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到的颤抖。送走紫袍内侍，你手里捧着2个装着大元丹的玉瓶，感觉像在做梦。人生还真是奇妙，你从不主动去争抢什么，可偏偏难得的机缘总是不期而遇的砸到你头上。上善若水，善哉善哉。你甚至开始想，未央那小子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了？比如李贵妃提过的那什么12金针度学大法，算了，随缘吧。你摇摇头，把这不切实际的念头甩出去。当务之急是把这2颗宝贝吞下去。你没耽搁，把自己关回寝房，将状态调到最佳。你吞下第1颗大元丹，药力入腹，瞬间化作一股难以抵挡的洪流，顺畅冲开了你的任脉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挣扎，丝滑的不像话。成了，你已是绝顶高手。紧接着，你毫不犹豫地吞下第2颗，又是一股磅礴的力量，督脉应声而破，任督二脉一通，你体内的内力瞬间形成一个大周天，迅猛暴涨。半天后，你睁开眼，感觉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。你宛若新生，平静的日子又过了2年，时间进入了太康39年，整个皇宫的气氛忽然就变了，一股不安和躁动像阴霾一样四处蔓延。太后病重，皇帝也病重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太子前午不在京城，他去了宿州，抵御再次来犯的草原部族。京城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。皇帝这些年为了理政，没日没夜的批阅奏折，身体早就垮了。现在这一病，宫里都在转，他可能要比太后走的还早。太子不在，皇帝垂危，其他10几个成年的皇子，哪个不眼红那个位子？山雨欲来风满楼。终于在这一天，一道圣旨如同一道惊雷劈在了冷宫。皇上有旨，吕贵妃失德，除品，即日安置冷宫。冷宫里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都傻了。吕贵妃，当朝吕香的长女，太子的养母，权倾后宫20年的女人，竟然以失德的罪名安置冷宫，这绝非寻常处置。太康帝这般决断吗？吕香还手握大权，京城的兵马大半都听他的。当值房里负责接收吕贵妃的小内侍郑春夏的脸都白了，哆哆嗦嗦地问你：李爷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面沉如水，按规矩办，不偏不倚。郑春领了令，匆忙退下，房里只剩下你和宫月。宫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李爷，这是不对劲，皇帝这是在逼吕香采取行动啊！你看出来了？你冷笑一声，皇帝怕是时日无多了，想在死前替太子清除吕香这股势力，可他能成吗？宫月快急哭了。吕香要是扶持一位皇子起事，京城谁拦得住？皇帝病势沉重，太子又远在天边，他哪来的底气啊？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。你站起身，在房里来回踱步，但我对他向来没信心，这一招太险了。你猛地停下脚步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。不行，这皇宫马上就要陷入动荡，你必须出宫避祸。出宫，宫月都傻了。李爷。
爷，咱们是太监，怎么出宫？你转过头看着他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我今年50岁了，按规矩可以申请出宫养老了。你不想走？说实话，外面哪有皇宫安稳？但这次不一样，太康帝在临终前点燃了整个京城，这把火会波及很多人。吕香被逼到这个份上，不得不有所行动。一旦他得势，你这种与七皇后、武太子有过交集的人，处境会十分危险。你对太康帝不抱期望，那人当了一辈子庸弱君主。李爷，我怎么办？宫月快哭了，他才20多，离50岁还远着呢。去膳房找赵太监，躲起来。你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你不会武功，就是个小角色，宫里需要人伺候，他们不会把内侍都赶尽杀绝。对啊，宫月眼睛一亮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。你不再耽搁，当天中午你就去了内务府，递交了出宫申请，手续办得很顺利，没人为难你。你交了10两银子，领回当年留存的物件，拿到了出宫令牌。从这一刻起，你自由了，50岁退休，还不错。你心里盘算着，京城有房，张勇也在外面，日子不难过。等太子回来平定动乱，我想再回冷宫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你回到冷宫，准备收拾东西。然而刚到寝房门口，你就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——未央。他站在那里，一身正五品的内侍袍服，却满头白发，脸上全是褶子，像个70、80岁的老者。但他身上的气息却强悍的让你心惊。这年轻人实力绝对在你之上，而且强的不是一星半点。魏公公，你刚要行礼，李爷他一把扶住你，脸上挤出笑容，叫我小卫子就行。你看着他那张苍老的脸，沉默了一下，轻轻叫了一声小卫子。他的笑容瞬间灿烂起来，仿佛回到了当年在冷宫的日子。借一步说话，他把你带到一间无人的厢房。什么事？你开门见山，宫里要乱了。未央的表情严肃起来。李爷，你性子不争，还是出宫避避风头吧。说着，他掏出一块龙纹令牌递给你，这玩意儿你认识，大内高手的身份象征，可以自由出入皇宫，整个皇宫有这资格的寥寥无几。你心里一暖，这小子够意思。晚了，你摇了摇头。我刚申请出宫养老了，这功法能强行提升根骨，但代价是寿命，每用一次折损多年寿元。未央这小子显然多次动用，损耗极大。你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但这玩意儿对你来说简直是天赐之物，你怕折寿吗？你有百世轮回，多年寿元算得了什么？这功法缺陷太大。未央说，不过李爷，你以后若想留个传承，只用一次，配合太连吸水经，也能造就一个出色武者。你默默收下2本功法，问他你还剩多少时间？最多半年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，今晚我会去处置吕贵妃，她一去，吕香必有所行动。我寿元无多，此战凶险，只求李爷能帮我收敛，把我跟我姐姐葬在一起。她葬在京郊北面的落柏山，无名墓碑，义不容辞。你陈声答应。大康39年2月17夜子时，轰隆一声巨响，皇宫的午门破损了。紧接着喊杀声从4面8方响起，奸贼祸乱，吕香持密诏进攻护驾，无数军队涌向皇宫，整个京城瞬间陷入动荡。你站在城外的落柏山顶，和张勇一起冷冷地看着山下那片纷乱。小李子，你说圣上今晚能稳住局面吗？张勇的声音在发抖。你没有回答。你看着那些所谓的高手，在军队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，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为达更高境界，绝不出山。你看到了未央，他和一群同样紫衣白发的内侍，像一把尖刀从午门冲了出去，硬生生冲破吕香的人马，直扑吕相府。然而吕相府里也冲出了一群白衣白发的人，反过来将未央他们围住。白莲教死士，他们也练了12金针度穴大法，局势瞬间一边倒。你眯起眼睛，喃喃自语：今夜吕香占优。怎么会？张勇面如死灰。我说的是今夜。你看着远处的皇宫，若有所思。最终谁输谁赢还不好说。你已经看明白了，太康帝这个庸弱了一辈子的男人，在临终前终于硬气了一把。他用自己的命，用太后、皇后的命设了一个局。有秘籍吗？有。他跟抓救命稻草似的，赶紧从怀里掏出一本泛黄的小册子扔给你。你单手接住，随便翻了翻，花海云中部，听起来比我现在的功夫精妙些。行，买你这条命够了。你停下脚步，蹲下来看着他，叫什么？江湖人称夺命神偷。他战战兢兢地回答：夺命神偷。你眼神一冷，就是这个名号。当年王里老哥就是死在这个名号的人手上。真巧。你笑了，但那笑容让他毛骨悚然。缘分呢？下一秒，你一掌击中他的天灵，没再多一句废话，你熟练地把他身上搜刮干净，扔进坑里，铲上几捧混着他血的泥土。很快，院子里连一丝血腥味都闻不到了。王里老哥，给你报仇了。你轻声说了一句，随即又自嘲地摇了摇头。老了，记性真差。3年前，你用了2次12金针度穴大法，折了40年阳寿。现在的你，身体年龄已经93了。你瞥了一眼脑海中的石碑，百世碑，碑主李清，第一世，快到头了。你心想，随时都可能离世。不过这3年没白过。根骨提到上乘后，你修炼1日千里，连破3脉，已经是通5脉的高手了。只是你总想不通，白莲教那帮人有这般秘法，怎么就没见批量出现先天高手？这里面肯定有你不知道的坑。算了，不想了。你往主意一躺，开始翻看刚到手的花海云中部。根骨好了，学什么都快。不错，不枉我这把老骨头亲自动手。你满意的咂咂嘴，就是这京城的治安实在混乱，还是皇宫里安稳。3年来，你换了5个院子，每个院子底下都快买满了。想念冷宫了。你叹了口气，这一世快点走完吧，这一世快点走完吧。与此同时，建武3年甲辰月己丑日，京城南校场30万大军鸦雀无声，肃杀之气直冲云霄。点将台上，身披黄金甲的建武帝一挥金剑，声震四野。诸将有不用命者，斩之。台下山呼海啸，战。这一天，建武帝领军30万，亲征草原。也就在这一天，你躺在床上，清晰地感觉到生命在流逝。来了，你平静地闭上眼，呼吸停止，心跳归零。就在意识即将彻底沉入黑暗的瞬间，脑中的百世
石碑猛然一震，一股磅礴的生机从碑中涌出，瞬间灌满你的四肢百骸。你的身体正在返老还童，干瘪的皮肤恢复弹性，满头白发褪为青丝。不过一刹那，你猛地睁开双眼，深吸一口气，胸腔里充满了久违的活力。真的可以！你从床上一跃而起，看着自己稚嫩的双手，狂喜涌上心头。你立刻看向石碑，百世碑碑主李清，第2世9岁。你幸福的快要晕过去，这意味着你后面的99世都以93岁的寿限起步。你迫不及待地运转了一下柔水七段锦，修为没变，依然是通五脉的上乘高手，上乘根骨。但是一个周天刚走完，你立刻感到经脉里的内力开始失控，像脱缰的野马，要冲破你的五脏六腑。你连忙停下，怎么回事？你脑中灵光一闪，想起了明威当初的话：柔水七段锦，阴性功法。你是太监，倒也合适。阴性功法。你低头看了看自己恢复的男儿身，明白了，你没有丝毫犹豫，不争一世荣辱，只争百世长生。你凝聚起一股精纯的内力，化为最温柔的水，护住自身关键之处，没有痛苦，只是感到一阵冰凉，然后一切都恢复平稳，再运行柔水七段锦，畅通无阻。果然如此，你早就想好了。第2世依然回冷宫，先天之前绝不踏足江湖。接着你取出12根金针，开始了第3次渡劫，根骨将达到5道上乘。但你告诫自己，你活得越久，机缘就越多，折寿这种事以后能不干就不干。半年后，冷宫管事太监宫月一脸狐疑地打量着你这个9岁的小家伙。你叫李若水，李清是你爹。你憨厚地点点头。旁边的郑春摸着下巴，仔细瞅了瞅，还真别说，是有点像李爷。像个屁！宫月吐槽道。李爷是太监，还能有子嗣不成？也对。郑春恍然大悟。宫月叹了口气，有些伤感。李爷怎么不在了？当年要不是他指点，我俩早死在3年前那场大乱里了。你连忙开口，谁说我爹不在了？我爹活得好好的，他说还能活40年呢。宫月和郑春同时惊呼。我爹寻仙问道去了。你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说辞和信件。他说外面乱，托关系把我弄进冷宫来避避风头。宫月接过信看了看，果然是李清的笔记，顿时乐了，哈哈，真是李爷的孩子，以后就是自己人了。一回到这熟悉的地方，你瞬间感到满满的安全感。怎么冷宫就你们俩了？我爹说这里该有12个太监的。你好奇地问。都不在了。宫月叹了口气。3年前吕相谋逆，一群白莲教的人冲进冷宫，见人就伤，还把李贵妃住过的丁酉厢房砸了个稀烂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要不是我和小正子机灵，躲在膳房也早没了。原来如此，白莲教那帮人还在惦记李贵妃留下的东西。不过这都与你无关了，你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，突破先天。建武8年3月初1，冷宫幽暗的厢房内，你盘膝而坐，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那道无形的壁垒。5年了，你早就是8脉上乘，可先天的这扇门，你看都看不到。以天灵入体，化内为真。你反复咀嚼着功法上的这句话，却始终感应不到那所谓的天灵之气，到底差了什么？你烦躁地吐出一口浊气，从房里走了出来。喂，小李子，教我下棋。一道清脆的女声传来，你回头一看，是马贵人，她是草原韩国的公主，被建武帝带回宫中，因为不守规矩，不到2个月就被打入了冷宫。好，你走进她的房间，拿起棋子，这围棋分黑白，黑先白后，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马贵人皱眉，这些你前天就教过了。你索性放下棋子，直接问贵人，你们草原有先天宗师吗？有啊，我老师就是。怎么了？他大方地回答，先天宗师怎么修成的？你追问道。这个他想了想，说我不太懂，不过我老师说过，能不能成先天是天定的，我们草原管这种人叫天定神，只有他们才能修成天定神。你的根骨是后天改造的，难道不算？你心里堵得慌，没从马贵人那里得到答案，你一个人走出冷宫，不知不觉走到了梨园。狐女们的异域舞曲让你烦躁的心绪平复了些许。怕什么？你忽然想通了，老子有百世寿命，耗也能耗死他们，实在不行攒个1000年内力，什么绝地秘境闯不进去。想通之后，你从怀里掏出那枚藏了8年布满龙纹的令牌，该去个地方了。武阁，皇宫内直属皇帝的大内高手机构，也是皇族武学秘籍的收藏地。来人止步！2个6脉上乘的太监拦住了你。你亮出龙纹令牌，你立刻躬身叨扰老宗师。小子一心想突破先天，柔水7段锦里说以天灵入体，化内为真，我不懂，还请老宗师解惑。回去吧，先天不是你能求的。老内是眼皮都没抬。为什么？你追问。武阁2层，右侧甲3锦盒，有本5级仙，自己去看。多谢老宗师。你道了谢，转身就上楼。背后传来老内侍不带感情的声音：我叫荣枯，那本书看过就忘了，不可外传。陛下问你也不能说。2楼，你很顺利地找到了那本5级仙，书很古旧，却透着一股让你心悸的气息。你扫了一眼旁边，西宫大法、不坏体神功，都是传说中的上乘秘籍，就这么摆放着。不过你心里清楚，对8脉绝顶的高手来说，这些东西意义不大。武学到了尽头，万法归一，差的就是那临门一脚。你翻开5级仙，一字一句的研读，小半个时辰后，你长叹一口气，浑身都泄了力。原来你早已在仙路上了。书里写的明明白白，武道的尽头便是仙道，先天就是仙道的开端，而要踏入先天，必须要有灵根。所谓的天灵之气，就是灵气，没有灵根，便无法吸纳灵气，内力难成真气，一生皆是凡人。这一刻，你终于明白了马贵人口中的天定，也明白了荣枯那句先天不是你能求的。他一眼就看穿了你。李若水，没有灵根。你放下书，心绪低落，走回1楼。荣枯大师，你声音微颤，没有灵根，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
而是被人掳走，遭遇不测。凶手是白莲教，可恶的白莲教！宫月气得怒不可遏，眼圈通红。另一个内侍郑春也补充道：“白莲教像是专门冲着张掖去的，他儿子和伙计都没事，你捏着棋子，一言不发。显而易见，张勇被盯上，是因为他当年在冷宫待过，还曾照料过李贵妃。你猛然惊醒，这些年你又忘了好几位冷宫旧人的名字，他们是不是也都被白莲教处理了？白莲教还在找李贵妃的东西，他们猜测当初李贵妃炼化了假灵根，为了夺回那个灵根一躯，他们甚至不惜参与纷争，祸及冷宫。可是李贵妃的舌根到底去哪了？若我在宫外，如今被追杀的名单上定然有我一个。你再次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，一个念头突然闪过，会不会被未央拿走了？这很符合他的行事风格。唯一的问题是，李贵妃入冷宫前舌根就已不在，除非是他自行去除舌根藏匿，未央才有机会得到。自行去除舌根太过凶险，怕是难以存活。但你立刻推翻了这个想法。不对，复原经这般功法都存在，自行去除舌根的功法也并非不可能。你心思一定，立刻冲向五阁。果不其然，半天后，你在一堆杂书中翻到了一本断舌功，功法描述简洁，以内力自行去除舌根，可减痛止血。这么说来，最大可能就是未央。你发现了一丝异样，内力一引，一颗莲子破体而出，被你稳稳抓住。莲子通体晶莹，散发着一股与你极为契合的气息。这就是灵根一躯，莲子离体的瞬间，未央的尸身迅速变化。你将莲子小心收好，然后换了个更隐秘的地方，将未央姐弟重新安葬。做完一切，你悄然回宫。小李子，你可回来了，皇后娘娘找你。刚进冷宫，宫月就迎了上来，你点点头。这个皇后是半年前刚被打入冷宫的废后严氏。你来到丁酉厢房，严皇后正在刺绣。李供奉今日出宫了。她头也不抬地问，随便转转，见了见西征大军的军威。你回道如何？百战之师，战力不凡，这是实话。那百姓呢？你沉默了一下，尚可度日。好一个尚可度日！严皇后笑了，那笑意却冰冷刺骨。先帝在时，万民安康。如今呢？雍州那边，白莲教一呼百应，起事不断。李供奉，你替我去请荣窟大师来见我。他想干什么？你心知肚明，无非是想说服荣窟，改变朝局，大内规矩，只护帝王安危。你摇头，祖训已有，后辈子孙不得妄求长生。严皇后声音陡然尖锐，她为了自身修行，搞得天下动荡，已然违背祖训，荣窟大师不会干预的。那你呢？他死死盯着你，你是大内颇为出众的八脉绝顶，前途可期。我只是一个冷宫的小内侍。你说完，闭上了嘴。严皇后轻笑一声，又一个无欲无求。行，你不去，我让别人去。你依旧沉默，你懒得管这皇家的纷争，你只求自己的修行大道。当夜，一个叫孙素的内侍被严皇后叫走，然后他就不见了踪影。半个月后，你调理好一切，开始炼化假灵根。你按照血灵诀的法门，每日取一滴舌尖血温养莲子，整整49天，从未间断。最后一夜，你将与你气息相融的莲子放入口中，莲子顺着舌尖的血口融入舌根。那一刹那，你的根骨仿佛有了生机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感知力扩散开来，能感觉到天地间游离的灵气了。假灵根成了，你立刻盘膝而坐，深吸一口气，第一缕灵气被吸入体内，多年不动的先天瓶颈应声而破，灵气与内力交融，化为更为精纯的能量，真气水到渠成，毫无阻碍。多年苦修，在这一刻，你终成先天。你一步踏出，身形迅捷，你一指点出一道气劲射穿院中的石板，你心念一动，真气透体而出，形成护罩，这就是先天。你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力量，畅快不已。多位八脉绝顶联手，也难以撼动你。当然，你很清楚，这只是开始，真气还非法力，你尚未真正踏入仙途。柔水7段锦已经练到了尽头，接下来你需要一门真正的修仙功法。去哪寻修仙机缘？去找那些隐士高人，万一他们心生贪念，出手抢夺，你根本无力抵挡。唯有活着，才有机会等到出头之日。你取出那本复原经，修炼此经便能恢复完整身躯，重归男儿身。但一旦恢复男身，就必须入宫担任那位帝王的贴身护卫，离开这清静的后宫。我不愿做这护卫。你轻声自语，将经书收回怀中，等自身实力足够强大，来去自由之时，再做打算也不迟。忽然，你眉头微蹙，两道极强的气息正快速朝梨园逼近。你身形一动，如鬼魅般掠出，稳稳立于高墙之上。先天高手，百步之内气息相闻。来人是旧时荣窟，还有一位长须老者。显然，这老者修炼过复原经，是男子之身。见过两位道友，你语气平和，以平辈之礼相待。荣窟眼中金光闪烁，朗声笑道：“短短3年便突破先天，你的机缘实属难得。这位是冉丙道友，是陛下的贴身供奉。见过若水道友。”冉丙拱手行礼。你简单说明自己凭借特殊灵根突破的缘由。冉丙听罢，轻抚长须，轻叹道：“原来白莲教的灵根到了你手中，若是陛下得到此物，或许便不会执意征战邻国。抱歉，老夫并非指责你，只是不忍见生灵涂炭。无妨。”你摆了摆手，并未在意这番感慨，你只关心实际问题。荣窟大师，我如今急需更换功法，5阁之中可有合适的功法？其实你不必更换。荣窟直言，柔水7段锦源自元州无量观，该派祖上曾出先天高手，定然有后续功法，你前往一趟便可。你心念一转，立刻问及核心之事。如今天下共有几位先天高手？白莲教教主年纪几何？荣窟与冉丙对视一眼，已然看穿你的心思。白莲教总坛隐秘，大致在云州与庆州一带。至于那位教主，与你年纪相仿，寿元所剩无几。荣窟似笑非笑地道破，仙道缥缈难寻，我劝你不必过于执着。你想等他寿终再寻灵根，当心引火烧身。受教了。你微微行礼，既然知晓白莲教大概率有修仙传承，这江湖你是非走不可。转眼2年过去，边关战事频传捷报，国内却民生艰难，起义之事频发，冷宫也不得安宁。深夜之中，常有高手潜入，与废后严氏密谋起事。8月初8深夜，砰！3道黑影骤然落入冷宫院落。
将你从睡梦中惊醒。你心头怒火升腾，被人随意闯入领地的怒意让气势陡增，实在过分。你一拳砸在床板上，这皇宫已然待不下去。次日清晨，你收拾行装，骑上白马，径直冲出京城。47年，被禁锢47年之久，你终于踏入这江湖之中。一入江湖，你便如脱笼之兽。起初你还收敛气息，却撞见几位所谓名门正派的二流高手在林中故作姿态，被山贼吓得惊慌失措。你心中无奈，这般水准都能称大侠，你身为先天宗师，何须顾虑？你不再收敛，一路纵马驰骋，在山林间放声而行。遇到山贼劫道，你无需拔剑，真气一吐，便将整山匪徒震慑跪地，连连求饶。遇到名门大派在崖边论剑，你踏空而行，随手留下一本先天轻功秘籍，引得一众少侠追奔百里，诚心拜师。半个月后，你纵马抵达元州无量观，立于山门前，你毫无保留，先天真气如浪潮般迸发，柔水真意化作磅礴威压，震得观中神像晃动，瓦片纷飞。哪位先天宗师驾临？一位老道姑慌忙而出，险些跪地，贫道惶恐。你伸手虚扶，不必多礼，我修炼贵派柔水气断锦，今日前来求取后续功法。老道姑名三难，偌大门派，如今仅余3人。你随他走入落叶遍地的庭院，目光骤然落在一位扫地的9岁女童身上，模样太像了，与当年在冷宫离世的明威几乎一模一样。她是何人？你指着女童问道。小童名英，是明威师妹之侄的女儿。好，你接过三难递来的后续功法柔水诀，强压心中心绪。你向来恩怨分明，随手留下2本先天轻功作为交换，而后将女童唤至身前。你取下她颈间的蓝玉坠，指尖凝气如刃，在玉面刻下一个深痕微字，此玉今后只传明示后人。你将玉坠放回女童手中，眼神坚定，你刻下的是字，必是因果，任凭岁月流转，若明威有转世之机，持得此玉，你即便逆天而行，也要渡他入仙门，了结当年情分。交代完毕，你转身步入后山寒潭，潜心修炼。秋去冬来，整整3年，寒潭冰冷刺骨，寸草不生。明英已长至12岁。这日，他拉着大师姐悄悄来到潭边。师姐，那位前辈3年没有动静，不会出事了吧？明英小声嘀咕。休得胡言，那是先天宗师。大师姐神色紧张的呵斥。两人提着一篮馒头，小心翼翼望向潭底，水面平静无波，不见丝毫踪迹。原本笼罩后山的强大气息早已消散无踪。难道真的？明英瞪大双眼，大师姐却松了口气，轻声道：莫要乱说，那位宗师已然离去。建56年雁城，城门之外数百兵卒整个带弹警惕异常，似在戒备大敌。踏踏踏，这时一匹白马从直道飞冲而来。你来了！白马如电冲破官道的沉寂，马蹄在城门前刨着土。你翻身落地，动作干脆利落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报上名来！几十把钢刀瞬间出鞘，冰冷的刀锋把你围得水泄不通，你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你直接亮出龙纹令牌，金色的龙纹在阳光下格外醒目，让此地主事之人过来见我。城门将领当场躬身，声音恭敬：见过大人，属下这就去通传。有身份在身，办事自然顺畅。转瞬间，一众官员在你面前站成一排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敢问大人？一位主事小心翼翼开口：我姓李。你打断他，他连忙接上：不知李大人来雁城，所谓何事？邪教势力。你语气沉稳：元州、庆州一带活动猖獗，我要追查其总坛所在，把这附近所有可能藏身的深山密林绘制成图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离京3年，你修为已至先天中期，这般进度全靠那副武道根骨炼成的假灵根。若非担心邪教老教主时日无多，线索中断，你真想在潜心修炼几年？遵命！众人立刻前去绘图，拿到图纸，你即刻策马离去。你将图中地点划为95个区域，计划逐一搜寻，顺利则1月可寻，不顺利便需耗时数年。当然，你也不急于求成，搜寻只是顺带，修炼才是正事，全当游历历练。6个月后，你渐感乏味，日复一日在山中探寻，再美的景致也已看腻。你终于明白，为何朝中之人不用这般笨办法。于是你放慢节奏，每2个月便花半月时间去当地雅致楼阁听取赏舞，放松身心。又过了2个月，你寻了位乐师，开始学习惦念许久的二胡。3年后，总坛依旧毫无踪迹，但你一曲孤星独饮已弹得意境悠远，闻者动容。你对着空谷自语：等找到那老者，我定要为他奏上一曲。又2年后，事情终于有了转机。你在龙泽渊不慎迷路，身为先天境高手，竟花10天才走出一片沼泽，说出去实在难堪。你一度怀疑自己遇上了传说中的秘境阵法。你在龙泽渊外守了3月，未见任何异常身影，可心中始终觉得不对劲，所以在让手下将周围探查清楚，布置好稳妥退路后，你决定再探龙泽渊。李大人，真不用我们陪同。手下一脸担忧：不用。你摆摆手：此地凶险异常，此地凶险异常，你们进去反而危险。你心里清楚，这地方先天境以下难以立足，若邪教总坛真在此处，那便是极为隐蔽的藏身之地。那我们在外等候。不必等候，所有人撤离，清理痕迹，留几名暗哨即可。你打断他：你此行只为探查，并非正面冲突，万一惊动对方，你可全身而退，手下众人却会陷入险境。待一切准备就绪，你再次踏入龙泽渊。这一次你有了经验，加之对阵法略有涉猎，迷雾再也困不住你。半天后，你远远望见泽心孤岛，与此同时，一股若有若无的强大气息从岛上传来。找到了，你心中一喜，毫不犹豫转身，施展轻功迅速离去。就在你离开的瞬间，岛上一道白发身影冲天而起，落在你方才站立之处。他眉头紧锁，神色凝重。谁？是朝廷的人？不对，朝廷高手的气息我都熟悉，是位新晋先天境，来了却不现身，究竟何意？就算我大
大限将至，你若敢闯岛，也定叫你有来无回。已确认龙泽渊便是邪教总坛，但你并未上报，你依旧在别处假意搜寻1年，随后以暂无收获为由解散队伍。之后，你悄悄返回龙泽渊，1年了，不知那老者是否还在？你3入龙泽渊，再次遥望孤岛，那股气息仍在，还活着。你淡淡开口：3月后再来。说罢转身离去，身姿洒脱。你刚走，白发老者便追了出来，只看到一片残影，藏头露尾之辈，有本事便正面一战，这算什么高手风范？老者怒声呵斥，却不敢深追，只能憋屈返回岛上。3个月后，你如期而至，感应到气息后再次离去，老者连你的身影都未见到。又1年后，你再来时，老者直接冲出，对你紧追不舍，可惜你根本不回头。你按提前规划的路线，在龙泽渊中辗转绕行，很快便将他甩开，只隐约听到后方传来怒喝：这般戏耍，实在欺人太甚。你仿佛能看到他恼怒不已的模样。又3个月后，你再次踏入龙泽渊，这次你换了方向。半天后，泽星岛近在眼前，你凝神感应，那股熟悉的强大气息消失了，你心中微动，面色平静，怕是真的不在了。为稳妥起见，3月后再来确认。说完，你从容离去。你走后，岛上一口备好的棺木中，白发老者险些忍不住起身，圣女与一众手下全都愣住，几乎要对着你的背影呼喊：我们教主真的不在了，你快回来啊！又3个月后，你如约而至，依旧感应不到气息，看来是真的离去了。你点头自语，再次踏水而去，毫不留恋。这一次你离开后，岛上那口棺木轻微震动，随后再无动静。岛内众人见状，齐齐躬身，神色肃穆。建武24年夏，距离你首次感应不到气息又过了1年。这1年里，你几乎将龙泽渊当作常去之地。为彻底确认，你更是在泽星岛外围停留1月，每日绕岛而行，再未感应到任何强大气息。看来那位老者是真的不在了。1月间，你也看到不少孩童被送入岛内。事到如今还不放弃，你冷笑一声：既然你们执意如此，那我便亲自登门。半个月后，你正式踏上泽星岛。岛内大殿上，原先的圣女，如今的主事，正在检阅一批新来的孩童。突然，一名7岁孩童头顶浮现淡淡灵光，天赋异禀，天佑我等。主事喜极而泣，一把抱住孩子。就在这时，你的身影悄然出现，你轻轻抬手，那孩童便平稳落到你怀中。你温和开口：我看是有缘之人，今日为他寻得良师。当年你欠荣枯大师一份人情，替他找个传人，今日正好了结。你轻拍安抚怀中孩童，随后环视全场，目光扫过众人，你淡淡开口，声音清晰传遍四方：我修行多年，未曾与人真正交手，今日手痒，想与各位切磋1二。你活动手指，骨节轻响。你们是单独应战，还是一起上？放心，我下手有度，不会伤及性命。全场死寂，与先天境高手交手，谁敢？就算人多取胜，留不住人又有何用？等着被逐一清算吗？良久之后，扑通，主事半跪在地，低下头颅，不敢与大人切磋。岛上所有事务，任凭大人取用，我们绝不阻拦，只求大人能为我等留下一脉传承。你颇为意外地收回手。那这个孩子，主事看向你怀中孩童，眼神纠结。我带走。你语气坚定，不容置疑。主事内心挣扎片刻，最终做出一个让你意外的决定。不知大人出自何门何派？我等愿奉大人为主。此话一出，所有手下齐声附和，愿奉大人为主。你有些错愕，你看着他，我可是大前五阁之人。听到大前五阁4字，主事面色微变，但只纠结一瞬，便更加坚定的躬身。我等仍愿奉大人为主。你明白，他是在赌你与朝廷并非一心，一个庞大的隐秘势力与情报网络，对你探寻秘境真相，无疑是极大助力。你思索片刻，缓缓开口：好，但我的规矩，你们必须遵守。放弃与朝廷对立的念头。第2，从今日起，行善积德，弥补过往过错。第3，即刻与各地作乱势力断绝联系，从此隐于世间，低调行事。答应，我便应下。主事大喜过望，这条件极为宽厚，长久之后，根基仍在。我等愿奉大人为主。就这样，你未动一拳，悄然成为这股势力的主事人。3个月后，你摸清了泽星岛的一切，岛屿内外阵法密布，换作从前贸然闯入，怕是会吃亏。你不禁庆幸自己的谨慎。当然，最大的收获是2样东西：一本正道初解秘境阵法之术，你暂时未能参透，但知其价值非凡；以及一本洗莲经，你梦寐以求的秘境功法。你的水系甲灵根，竟是修炼此经的合适体质。短短3月，你一身真气尽数化为灵力，修为精进神速。半年后的一天，你心有所感，闭关打坐，炼气1层瓶颈轻松突破，你正式步入炼气2层，实力比之前强了不少。你睁开眼，感受着体内充沛的灵力，长长吐出一口气。建武25年了，离经12载，你也从少年步入31岁，这边势力已步入正轨，短期内不会生事，是时候回京城看看了。你站起身望向京城方向，荣枯大师的徒弟我已经找到，不知建武帝是否有所突破？镇北王征战多年，又是否触及到秘境的线索？你是大内供奉，如今更是一方势力主事，炼气修士，你有资格，也有实力去揭开这个世界更大的秘密了。离京12年，京城就在眼前，你心里那叫一个痛快。你纵马在林子里放声高歌，惊起一片飞鸟，吓得山贼都不敢露头。你猛地勒住马，怎么了？你身前一个8岁小孩弱弱的开了口：我要方便一下，这孩子怕你怕的要死，他是你从白莲教据点里带出来的，有灵根，算是给荣枯和尚找的徒弟，你懒得管，打晕了就扔在山下村子让村妇养着，所以他也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你把他从马上抱下来，他一溜烟就往林子深处跑。你皱起眉头，跑那么远干嘛？我又不会为难你。林子里窜出只猛兽，我可不救你。一听有危险，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你是坏人，我是女孩子啊，
搞了半天，这短毛小子是个姑娘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你有点头大，骗你的。猛兽早被我解决了，等进了京城，带你吃好吃的，王记的卤味，保证你吃得满嘴流油。你把他拉回马上，顺便问了名字。凌娇。小半天后，京城内高的吓人的城墙终于出现在眼前，城门口人来人往，大多是衣衫褴褛、面带菜色的穷苦人。这世道乱了，建武帝那小子20几年就把一个大前国治理的日渐衰败，你当年还觉得他当太子时挺够意思，还记得赏你这个冷宫小内侍一颗大元丹。哎，当君主的还是得心怀天下才行啊！你摇摇头，一手牵马，一手拉着凌娇朝城门走去。城门口官兵正在盘查，专门盯着带兵器的江湖人，眼看就要查到你。突然，一个西厂番子快步走了过来，拦住官兵，然后毕恭毕敬地对你行礼：“见过李公公，你认识我？”你有点意外，没想到都这时候了，还有人认得出你。小的在雁城有幸见过公公一面。那番子满脸谄媚：“小的李山，现在是西厂的一个小当头，公公以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”好说，你随便应付两句，便带着凌娇进了城。一个西厂小当头，你还真没放在眼里。然而，凌娇听到了你们的对话，看你的眼神瞬间就变了，充满了惊恐和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嫌弃，你全当没看见。很快，你带着凌娇直奔北市的王记卤味店。张勇过世后，他过继的儿子回了乡下，现在是王里的后人当家。说起来，这店你还有股份，不过你早就不差这点钱了。店里正好有空位，你拉着凌娇坐下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凌娇这一路啃干粮都快啃吐了，毫不客气，指着菜单把各种卤味点了个遍，满满当当摆了一大桌。菜刚上来，一个苍老又熟悉的声音在你耳边响起，带着哭腔：“是小李子，你竟然还在！”你一回头，愣了2秒才认出来：“公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来人正是当年冷宫的老内侍宫月，现在已经老得不成样子，驼着背，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。12年了。宫月情绪激动，一把抓住你的手：“我以为你不在了，当年没能帮你，害得李爷无人照料，我心里愧疚啊！你赶紧扶住他。”宫爷，怎么回事？宫月坐下来，抹着眼泪说：“12年前，严皇后要发动宫变，我正好到了年纪可以出宫。我听到风声，想去通知你躲一躲，可怎么也找不到你人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自己先出宫。后来一直没你的消息，我还以为你……哎，我对不起李爷的照顾啊！”你听完，沉默了。当年你离宫，确实没通知他们，这事不好解释。一旁的凌娇被卤味噎得直翻白眼，他心里暗自腹诽，这可是个行事果决的绝世高手，谁能奈何得了他？过去了就过去了。宫爷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你心里也有些感慨。一瞬间想起了王头、永子、老张这些熟悉的名字。我好着呢，吃得好，睡得香。宫月笑了。出宫后就来了王继，王头的孙子是个厚道人，说要给我养老，就是可惜没能过继个孩子，活着就好，孩子什么的不重要，反正又不是亲生的。你拍了拍他的背。王继的掌柜听说你是冷宫故人，立马带人过来见礼，还给你免了单。王继现在生意这么好，没人来闹事吧？你随口一问，如今的你庇护一个小店，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事，前几年有，这几年少了。宫月回道，店里来了个叫百里飞鹰的侠士，好打抱不平，没人敢乱来。百里飞鹰，你没听过这号人物？宫月来了兴致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这百里大侠可了不得，京城第一侠盗，劫富济贫，名声响当当的，多少王公贵族请他都不去，就爱待在咱们王记。”正说着，店外一男一女走了进来，一路还在争执：“师妹，我真是你师兄，这里水流方部就是师傅教我的，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就见你一个人会。都说了我叫明英，无量关的，我师傅是三难道姑，不认识你那什么劳什子师傅，错不了的。好师妹，你就带我去见见师傅吧，求你了。”就在这时，那两人一进门，目光扫过店内，突然像被雷劈了一样，定在了你身上。明英哆哆嗦嗦地吐出2个字：“怪人。”而那个百里飞鹰更是连大侠风范都不要了，膝盖一软，呲溜一下就滑跪到你面前，抱着你的大腿就开始激动呼喊：“师傅，徒儿可算找到您老人家了。”凌娇这次是真被吓了一跳，一个怪人突然跑出来喊这高手师傅，这世界太疯狂了，你赶紧渡了道真气过去，帮他顺了顺气。堂堂灵根天赋者，要是被块卤味噎住，那真是天大的笑话。随后你皱着眉看着抱着你大腿不放的青年：“少侠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不认识你，也没收过徒弟。”说完，你又瞥向一旁的明英，有点不爽：“鹰丫头，见到我连个礼都没有了。”明英一个机灵，赶紧碎步上前，乖巧的行了个弟子礼。晚辈明英见过大师。你当然不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，但你认得他脖子上挂的那个蓝玉坠，上面有你亲手刻的一个微字。师傅啊，你怎么不记得徒儿了？百里飞鹰情绪更激动了，惊掉了一地眼球。这可是京城第一侠盗，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，现在激动的像个孩子。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：“12年前，九原沟杏子林有个少年练轻功从竹子上掉下来，是您骑着白马路过，用高超轻功救了他。他跟在您屁股后面追了上百里想拜师，最后您看他有毅力，扔了本里水流方部的秘籍，还有几节卤味。师傅啊，我就是那个少年，为了这口卤味，我在王记等了您整整3年啊！”你听完，脑子里过了一下，好像真有这么回事。当年你刚出京救人的事记不清了，但确实有个小子追了你百里路，你嫌烦，随手扔了本秘籍打发他。至于卤味，大概是扔秘籍的时候不小心从包袱里掉出去的。师傅，弟子给您磕头了。百里飞鹰说着就要把头往地上砸，你法力一动，拖住了他的额头，让他怎么也磕不下去。行了，也算有缘。你笑了笑，拜师就算了，这是你的机缘，你要是愿意，就把我当个普通长辈看吧。收徒，凡人百年，过眼云烟，你寿元悠长，亲眼看着徒子徒孙离世，不过是徒增伤感。明英这时却不乐意了，撅着嘴说：“原来他真是大师你教的，大师你也太偏心了，我也练得里水流方部，怎么轻功比他差那么多？你当年给我们无量关的秘籍，不会是残篇吧？胡说，都是完整的。”你让他和百里飞鹰都展示了一下，果然两人修为差不多，但百里飞鹰的身法快了不止1星半点。你问百里飞鹰，你用了别的诀窍？百里飞鹰紧
谨慎地从怀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书册。弟子在青州解决了一伙贼人，得了这个叫飞鸿术，里面全是看不懂的道门术语。但奇怪的是，我多念了几遍，轻功就快了30%。你接过书册，只看了一眼，心头巨震。这根本不是普通武功，这根本就是仙门法术。你从白莲教得了洗莲经，正愁没有配套的术，没想到今天送上门来了，真是万事皆缘法。当年随手扔出去的秘籍，竟换来今日之果。你将飞鸿术收好，此物我先研究，之后再传你。那伙贼人是什么来路？都是东岳口音，听说是从百越大川出来的。百越大川，你暗暗记下了这个地名。今天高兴，就助你们一臂之力。你懒得废话，双手一探，闪电般扣住他们2人的肩膀。凝神，你低喝一声，2人大喜，立刻运功，一双指点在他们丹田，澎湃的法力如江河决堤般涌入。瞬间，2人满头大汗，头顶白气蒸腾，一高一低2声闷哼后，一切归于平静。你收回了手指，多谢大师师傅。2人跪地齐拜，脸上是无法掩饰的狂喜。只这片刻功夫，他们竟双双打通任督二脉，踏入了二脉绝顶之境。对你来说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行了，菜都快被这丫头吃光了，再上一桌。你淡淡道。然而这边刚坐下，店外就传来一阵喧哗。之前被明英劝离的那个王公子，带着一大票高手把店给围了。好个江湖丫头，打了人还敢跑回来，真当本少爷是好欺负的。把他给老子请走，别碰坏店里的东西。惊动了百里大侠，听着外面的叫嚣，明英一点不慌，只是柔柔的看着你，夹了块卤肉，头也不抬。自己惹的祸自己解决，我不管。师妹别怕，包在师兄身上。百里飞鹰拍着胸脯站了起来，明英也提剑起身，他现在也是二脉绝顶，底气足得很。可就在这时，双方人马即将在门口对上的瞬间，10几骑身披孝袍的白绫羽骑，手持诏书，如狂风般穿街而过，尖锐的呼喊声响彻全城。那王公子一见这阵仗，脸色煞白，急呼一声：“陛下！”扭头就带着人匆忙跑了，连个声响都不敢多放。明英懵了，怎么不打了？你却猛地站起身，冲到街上，遥望那白绫羽骑远去的方向，喃喃自语：“见武帝驾崩了，我刚申请出宫养老了，是吗？”未央似乎一点也不意外，果然是您的风格。这令牌您收着，圣上亲赐，可传3代。你接过令牌，心里忽然明白了什么，这不像报恩，更像是在托付后事。这次很危险，你问我怕是活不过今晚了。他转过身，声音低沉的可怕：“你图什么？你真的不懂。”他年纪轻轻就爬到这个位置，满头白发，一看就是损耗了寿元。贪恋权位的人怎么会不惜命报仇？未央背对着你，平静的吐出2个字：“我本名叫魏救人。7岁那年，吕家的3儿子看上了我14岁的姐姐，要强娶她做小妾，我姐不肯，被他们伤害离世。第2年，我8岁，自行晋升，改名未央。进了宫，我进宫就是为了学武，为了爬上去，为了有一天能亲手惩治吕家满门。”他的语气很平淡，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。你听完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你只说了4个字：“吕家该成。”未央转过身，拿出2本秘籍，一本太连洗髓经，一本12金针渡穴大法。你心心念念的东西就这么出现在眼前。还记得柯贵人和李贵妃吗？未央问。记得，他们都是白莲教的人。李贵妃还是圣女，当年她是为了帮皇帝夺权才进的宫，结果却对皇帝动了真情，暴露了身份，被打入冷宫。我从柯贵人那学了白莲教的秘法，取得了李贵妃的信任，拿到了这本12金针渡穴大法，然后我将他处置了。他把秘籍递给你，说的云淡风轻，仿佛处置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件寻常物件。你接过秘籍，翻开12金针渡穴大法，只看了一眼，你就明白了未央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。一个要把所有藏在暗处的势力全都引出来，然后彻底清除的局。他要留给太子一个安稳的江山，你对他竟生出了一丝敬意。京城的厮杀持续到天快亮才渐渐平息。当朝会的钟声准时敲响，你没有进城，就在山下的村子里等着。你已经花钱请了镖局去为未央收敛，一直等到中午，消息终于传来，一个东厂内侍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在京城四处传告：吕香谋逆，于陈氏一刻伏法；吕香谋逆，于陈氏一刻伏法。建武3年，京城你藏身的这处偏僻院落，死寂的像一座坟，但你很清楚，这院子底下就是一座坟。午后，一道鬼魅般的灰影悄无声息地翻墙而入，你躺在主卧的竹椅上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来了，又一个不怕死的。那灰影伏地听了听，自以为无人，便大步朝你所在的卧室走来。就在他手刚要碰到房门时，你指尖一弹，咻咻，2颗石子洞穿纸窗，快如电闪。门外那人低呼一声，声音里满是惊骇。他想跑，你早就料到了。院子里弥漫的足云散无色无味，专克轻功。他腿一软，刚提起的劲瞬间泄了个干净。紧接着，你弹出的另外2颗石子精准地打穿了他的膝盖骨，噗噗，2团血雾爆开。那人直挺挺地跪倒在地，脸上的惊恐变成了绝望。你这才慢悠悠地推开房门，一手拎着把铁铲，满头白发，满脸皱纹，低声自语：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还有人敢私闯民宅，这世道真是不安宁。你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揪住他的头发，把他往院角新挖的坑里拖。前辈饶命，我不知道是您老的家，我错了。灰袍人疼得龇牙咧嘴，惊惧不已。轻功不错，你头也不回地问：有秘籍吗？痴儿，荣枯这次睁开了眼，眼神里竟有一丝怜悯。仙道虚无缥缈，古籍上的一点念想罢了，如今这世道能到先天，已是顶尖境界。他站起身，领着你往内阁走。你知不知道根骨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舌根。你愣住了。灵根就是舌根，或者说有灵的根骨才是灵根。荣枯的话如惊雷在你脑中炸响，但他话锋一转：天无绝人之路，既然有人能为伪杂灵根找到出路，那无灵根的人自然也该有一线生机。他从一个暗格里取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假灵根说：传说天地
间有滋生的灵根，若能取下一部分，以秘法炼入舌根，便可让凡人的根骨蜕变成假灵根，同样能吸纳灵气修行。你翻开册子，心跳的厉害，只要不是死路，就有希望。你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荣枯突然叹了口气，这东西本不该外传，可惜陛下不知从哪听说了这事，一心想寻灵根一区求长生，战事频发，百姓困苦。你心里一紧，原来建武帝征战，并非只为开疆拓土，而是为了自己的长生之愿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荣枯今天才肯把这个秘密告诉你。帝王求长生，一生祸端。荣枯似陷入回忆，当年先帝也问过我未言。那时候他还在你爹是国之栋梁，你沉默了。荣枯大师，那炼制假灵根的秘法，你试探着问。你这小子，荣枯笑了，给你也行，但你得答应我2件事。大师请讲。你立刻躬身。我年事已高，难离皇城，你将来得替我寻一位有灵根的传人，继承我的荣枯禅功，义不容辞。第二，将来大前若有危局，你成了先天，必须出手纠正一次，不用你力挽狂澜，阻止一项错误的国策即可。当为你小子真是个艺术。荣枯摇摇头，从怀里取出2本秘籍，明明以秘法折损寿元，看着却还能支撑许久，不然我才懒得理你。一本荣枯禅功，一本血灵诀，你欣喜若狂地收下。大师，我总不能效仿陛下那般征战寻灵根吧？该去哪儿寻？荣枯想了想，给了你一个名字，白莲教。他们传承久远，代代教主皆为先天，这世上有灵根的人寥寥无几，他们不可能每一代都能寻到天资出众者，所以荣枯一字一顿地说，他们定然有传承下来的灵根一区。白莲教。那一瞬间，一个尘封的名字猛地跳进你的脑海，李贵妃，白莲教圣女，丁酉铁房。多年后还有白莲教死士闯入冷宫找寻物品，你记得清清楚楚。李贵妃被打入冷宫时，舌根被其根去除了。问到了关键，你没有马上离开，反而在武阁中研习各类功法，上乘轻功、剑法、暗器手法，你尽数研习。最后你又找到荣枯大师，有没有可让身体复原的功法？3楼左侧以4景和复原经。荣枯闭着眼说，前朝一位老内侍所创，入了先天才能修炼，不过一旦练成，便不能再待在后宫，需前往陛下身边贴身护卫。明白？你立刻冲上3楼，记下复原经，心中满是欣喜。转眼5个月过去，你把新学的功法练得小有成就。时间进入了8月，这天一个消息传进冷宫，张勇离世了，并非寿终正寝，而是被人掳走，遭遇不测，凶手是白莲教。